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有粉丝私信我说想看微笑男和微笑狗，反正这俩货都是微笑的生物，我就打算放在一起讲一下吧。关于他们的故事真是众说纷纭，隐藏在他们微笑脸的后面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先说一下微笑男。微笑男其实是美国一名网友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自己半夜走路遇到的一个手舞足蹈男人的真实经历。这名当事人是个夜猫子，喜欢晚上散步，他这个习惯也保持了4年之久。本来是没有理由感到害怕的，但是那次经历让他半夜再也不敢出来走路了。事情发生在西雅图，某天凌晨1点多，当事人照常出门散步，在一条小巷子里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好像在跳舞，类似于华尔兹，跳完一个方形就会往前再迈一步，就这样边走边跳向他走了过来，像是喝醉一样。当事人也靠边给他让路，但走近了以后，发现这是个穿着旧西装的中年男人，面露可怕的微笑，很狰狞，就像卡通片里面的大反派，眼睛瞪得很大。走近的时候自己还感觉到有一阵冷风，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当事人觉得有点害怕，走到了对面的马路上，拉开了距离，但他再次回头，微笑男已经跟了过来，还单脚站立在对面，眼神还是望着天空。试想一下，大晚上确实有点毛骨悚然，当事人也吓坏了，而且2个人距离将近半条街时，不到10秒钟，微笑男又跟了上来，踮着脚尖，踩着又大又夸张的舞步，快速的移动过来，在相距大约1辆车的距离，微笑男停住了，和当事人面对面，但眼睛仍然看着天空，脸上还有可怕的笑容。当事人大声问他：“你想干嘛？”微笑男始终是那个表情。不久后，他缓缓转身，继续踮着脚尖，边跳舞边离开了。走到一半，突然微笑男停了下来，开始冲了过来。当事人吓坏了，急忙跑到有灯光的街道才得以逃脱。从那以后，这位夜猫子便再也不敢出来散步了。所以这个微笑男是谁？为什么半夜3更穿着奇装异服在大街上跳舞呢？如果你遇到又会怎么做呢？然而关于微笑狗的确切起源没有统一的说法，只知道这张照片最早出现在美国一个论坛上，据说只要看过照片的人就会精神错乱。那些看过微笑狗的人说自己无法将照片的副本保存到硬盘上，但是所有受害者对照片都提供了相同的描述。像狗一样的动物通常描述成雪橇犬，它被相机的闪光灯照亮，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照片左侧附近的黑暗中有伸出来的人的手，被理解为召唤。当然最主要的是它咧嘴大笑，露出2排非常洁白锋利的牙齿。这些受害者声称在他们癫痫发作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会无休止的重复这张图片。受害者睡觉时也会梦到微笑狗，成为噩梦。其中一名叫玛丽的女性就经历过这个网站传说的微笑狗，她是论坛的管理员，是第一批见到那张照片的人。一位年轻作家本来打算采访玛丽，等到她家时，她竟然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拒绝见面。玛丽的丈夫也无计可施，只能作罢。第2年，玛丽给作家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为采访失败而道歉，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说自从第一次看到照片后，每天晚上就会梦到微笑狗，一直很困扰。在梦中，她说只要她按照微笑狗的要求把照片传播给别人，就不会再纠缠她了。1周后，玛丽收到了一张磁盘，里面那个文件就是微笑狗的图像。从那开始，玛丽就一直纠结要不要传播出去。15年来，她都很挣扎，都没有下定决心。她恳求作家停止搜索有关微笑狗的信息，不然就是自寻烦恼。就在那个月下旬，玛丽就自杀身亡了。玛丽的丈夫称，妻子死后，他发现了那个磁盘，打算将它烧毁，最后剩下的只是一堆发臭的黑色塑料。然而最可怕的是，燃烧过程中，磁盘竟然在融化的时候发出呲呲声，就像动物的声音。随后怪事便发生了，作家也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未知地址，并附加了一个文件，肯定是微笑狗的照片。以下的邮件内容是：你好，我通过邮件列表找到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您的个人资料显示您对微笑狗感兴趣，我觉得它并不像所有人说的那么糟糕，我已经将它发送给您了，只需要传播一下。如果是你收到的这个电子邮件，你会怎么做呢？收到人只有通过传播才能摆脱，如果看了微笑狗的照片就摆脱不了微笑狗的梦，它到底有什么魔力？用照片的力量就能摧毁人的意志？微笑狗和微笑男都是美国的都市传说，两者没有什么关系，但都是很诡异的经历，口口相传，肯定有夸张的部分，但仍然是细思极恐的故事。大家觉得和灵异事件相比，对哪种更感兴趣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